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当中，可以看到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在4小时级别上出现了下跌西游。我们看到标准的悟空阴线，那这根悟空阴线呢是有别于上涨行情的一根大阴线。有了这个悟空阴线之后，我们判断在4小时级别上有可能发生下跌。那在4小时级别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悟空阴线后面行情有了悟空阴线的一组干扰性 K 线。干扰性 K 线走完之后，走八进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其中唐僧阴线我们看到跌破了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那这是一个极端的下跌行情，因为我们知道4小时级别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级别，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跌破200日均线啊，这是一个极端行情。急速下跌之后，我们看到目前的反弹是站上了4小时级别上重新站上了200日均线。那么对于下跌过程来说，出现了缓和。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15分钟级别，在15分钟级别上，我们看到反弹过程当中，目前15分钟级别接近200日均线，也就是68000美金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是存在压力的。只有能够突破200日均线之后，在15分钟级别上能够突破200日均线之后，那么更大时间级别的反弹才可能发生。我们看这里把时间级别再次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小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标准的小时线级别的反弹西游，这里面有标准的反弹过程当中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也就证明了我们 K 线修战法的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是说，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它的反弹过程，我们在小时线级别上发现了小时线级别的反弹西游。但即使这样反弹过程还是比较弱势的，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了，在15分钟级别上，200日均线在68000美金构成了一个压力。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时线级别，我们可以看到小时线级别的200日均线大概在700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距离当前67800美金的这个距离还是较远的。因此呢，当前行情危机没有结束仍然是暴跌之后的修复格局。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在昨天6月11日这一天日线级别上走出了标志性的下跌阴线那这根阴线呢，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有了悟空阴线之后，下方是有机会出现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如果反弹过程能够到达悟空阴线的开盘价，这个开盘价呢，目前看是在70066美金这个位置。如果能够将悟空阴线的开盘价消灭掉的话，那么反弹将变成反转。同时呢，在多头方向上，我们认为本轮行情仍然是3月初走出来的这个第4轮次上涨西游悟空阳线的一个延伸。那这个悟空阳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行情是一组围绕悟空阳线震荡的干扰性 K 线。K 线西游战法当中管它叫做妖怪 K 线。那妖怪 K 线之后呢，我们对周线级别仍然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短时间内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下跌结束，小时线级别反弹开启，周线级别仍然处在一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当前行情属于大周期仍然是上涨行情的震荡调整阶段，小周期在4小时级别宣泄完毕，那更小的一个时间级别在15分钟级别到小日线级别正处在反弹的一个阶段但更小的时间级别一定要注意的是，在15分钟级别上68000美金的15分钟级别上68000美金这个位置是200日均线15分钟级别200日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那对于弱势行情来说，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反复，容易出现二次回踩。在昨天的行情当中，我们分析到 BNB 是处在领跌的，领跌的原因呢是 OKEX 爆雷之后，平台币受到影响。
在这轮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BNB 是弱势于比特币的，因为刚才我们看到比特币走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细游，而 BNB 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首先这个位置上走出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唐僧阴线之后，它几乎走完了2轮的4小时级别下跌细游，因此呢 BNB 相对于比特币是极度弱势的。所以呢，昨天我们在晚盘分析当中给出 BNB 是一个领跌的状态，但领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箱体结构内部的收敛三角形在$600附近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600这个位置上构成了支撑。因此呢，在昨天虽然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跌破了200日均线，跌破了这个支撑线附近，但是我们认为整数关口是一个支撑位，所以呢，在这个支撑位附近发生了反弹行情。然后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的小日线级别，我们也看到了属于 BNB 的这轮反弹，也做出了小时线级别的上涨细游。那这个小日线级别上涨细游还是比较弱势。我们再把时间级别像比特币类似一样调整到15分钟级别，我们可以看到$620附近15分钟级别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那这个位置的反弹几乎就与比特币非常类似了。所以呢，目前对于 BNB 关注的重点也是15分钟级别200日均线这个位置上能否发生突破。如果能够得以突破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它由15分钟级别发动的5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200日均线这样的一个反弹过程，这个反弹将会持续。但目前为止行情还是比较弱势，我们认为$600附近还要进行多次回踩，形成一个比较连续性的筹码密集区之后才有机会形成继续的反弹、继续的上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在 BNB 这轮行情在形成矩形结构之后，矩形结构内部也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在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上发动上攻动作，突破了收敛三角形的上边线，也突破了矩形结构的上边线。最终呢，构成了$721.8的高点，但本轮行情是由于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因素，导致一些极端行情大多数投资者心态跟随消息面的节奏走偏了因此呢，我们认为这轮对于 BNB 来说有机会出现更强的反弹。可以在热搜榜排名第8名的位置看到 HIGA 这是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首先出现领跌的币种连续多日出现下跌，并且在日线级别上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日线级别的下跌细游。这个日线级别下跌细游走得非常标准，由悟空阴线、巴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构成，并且在唐僧阴线的这个位置上下穿了我们非常重要的日线级别的均线144日均线，并且呢在跌速减缓的今天，我们看到打到了169日均线这个位置。我们昨天提到一个观点就是144日均线、169日均线这个区间是可以进行一定抄底动作的因为它属于一个极端行情，由超级主力引发的连续上涨之后迅速下跌。但是呢，我们认为急跌并不可怕我们认为它的这轮行情在前面的走势当中也走出过类似的结构。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一轮急速上涨之后，对称性的下跌，然后快速反弹震荡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变盘之后在底部形成了一个黄金坑的结构。那么这轮行情我们认为对于牛市当中的 HIGA 来说只要不在这个市场当中消失，当前的价格还是挺具有性价比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本轮牛市行情从它启动日子开始，23年10月启动开始，一直围绕着144均线做上升动作。那目前打到这个位置之后，下方基本上具备了一定的投资价值，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目前市场当中的超跌币种，只要不爆雷，往往存在机会。我们对币圈的认知就是一些币种暴跌之后，浪子回头，往往会有更多的利润。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购买这本书，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